曾矗立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半山巴监狱，2010年让入城市发展，在一片唏嘘中轰然倒下。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半山巴监狱，从早期启用以来就问题重重，不但在开放后不久就受到霍乱的影响，导致数百名囚犯死亡，更曾经多次传出种种灵异事件。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半山巴监狱 Pudu Jail 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座监狱，位于市中心。因殖民地政府呢，在1891年花费了138千令吉兴建这个监狱，1895年落成，占地10公顷，内有6排建筑物，130个囚室。初期监狱只可容纳大约600名犯人，之后扩建至可容纳2000名犯人，其中第一座的建筑物是执行死刑的地点。半山巴监狱从早期起就问题重重，该地区在开放后不久就受到霍乱的影响，导致数百名囚犯死亡。这种大规模病情的来源后来被发现是因为水系统，而这个水系统曾经属于中国古老的墓地，那里埋葬着无数人的遗体。然而问题并没有迅速解决，就这样旧的水系统一直用到1898年。100多年后，这个监狱于1996年正式关闭，所有囚犯随后都迁往卡章和苏埃布洛监狱。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它都被用作博物馆，成为亚洲首座供开放参观的监狱，也辟为期6个月的临时监狱博物馆。话说小南在6、7岁的时候也曾经到过这座监狱参观，当时还真的是被里面有点阴森的氛围吓到那么一直到2009年呢，大马政府就决定拆除这座监狱来拓宽道路，还有新建商业大厦。然而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半山巴监狱多次传出种种灵异事件，而这座监狱自1996年搬空后更是阴气重重。曾在半山巴监狱服务的监狱官阿布巴卡针对此事斩钉截铁地说，监狱内的确有鬼。阿布巴卡在监狱服务期间呢，有时在深夜内会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锁链拖地的声响，甚至听到有一把声音在耳旁说话或洗澡发出的水声等等。他说遇到这类东西，他们通常会大声呼喝，要他们离开。不但如此，他还透露，监狱里有一颗足球般大小的火球会定时出现和消失，大家都见过这颗火球，而且习以为常，并没有特别理会。另一名监狱官阿兹伊德曾在监狱中遇过更恐怖的经验，他说遇见了一名无头女鬼，相信那是一名被吊死的女鬼，而且是双镣上吊的厉鬼。由此看来半山巴监狱确实是个很肮脏的地方。在我国独立前，这个地区甚至是大型的乱葬岗。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人把日本兵埋葬于该处，而在日本人统治期间，他们又把英国军人埋葬于此。由于半山巴监狱传出不少灵异事件，所以这座监狱在1997年开放让公众参观前呢，展览会的主办单位曾举办大型的超度法会，为亡魂来超度的。当时的法会共邀请各个主要宗教参与，包括回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信徒教等等。各个宗教通过本身的方式来进行超度工作，而当天晚上他们也焚烧了据说是载送亡魂的这个大纸船此外呢，半山巴监狱于2016年6月21日被拆除的最后一夜，法师也到场为混乱监狱的亡魂诵经。民众在监狱外呢也烧了这些冥纸为亡魂来超度的。1986年10月17日，这座半山巴监狱发生了囚犯挟持人质事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件。当时6名华裔候审犯以锋利的铁片挟持2名人质，与警方对峙，要求修改这个控状，而被挟持的2名人质分别是国民大学皮肤专家拉基夫医生
以及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医药助理阿兹。他们2人是于当天早上的9点30分抵达监狱的诊疗室，为约20名囚犯做立场检查时被挟持。挟持人质消息传出后警方立即大阵仗派员前往监狱作证。其中被视为主谋的蔡基成是一名新加坡公民，他曾当过该国的警方侦报队队员。退役后，在我国干案偷车时，狠下手开枪打死盘查他的一名警员。事发后，多名吉隆坡高级警官进入监狱，试图与嫌犯们对话，但皆被后者拒绝。主谋蔡基成点名只和亲手逮捕他的警官进行谈判。在这期间，警方还有监狱都有提供这个食物，但嫌犯们因为担心食物被动手脚，因此那些食物只让人质吃，他们则以这个快熟面来充饥。随后，嫌犯第2次提出要求，让警方答应提供2辆轿车，让他们带着人质离开班山巴监狱。警方在毫无办法下，陆续将嫌犯们的家属请到监狱，试图以亲情力量感化嫌犯。虽然无法马上见效但嫌犯对于是否投降自首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据悉，主谋蔡基成一开始曾警告其他同伴，千万不能互相背叛，否则将迅速杀死人质，还对外声称自知本身难逃一死，因此愿意在其他人面前挡子弹。由于在这起事件中以人质安全为重，因此警方连续多日按兵不动，静候一举出击的时机。10月22日下午，警察总部特别行动组的突击队员在其中一名囚犯的里应外合下，采取闪电式行动，仅花1分钟即制服所有囚犯，成功救出人质。警方在这起行动中仅持木棍展开突击，全程并未开过一枪。期间，囚犯曾试图杀害人质，好在被这个内应以肉身保护。案发后，这名内应被送往设施良好的卡章监狱。1986年11月，主谋蔡基成因曾杀警而被判死刑，并于1989年10月10日被送上绞刑台。其余5人原本被警方援引绑架罪名提控，之后获控方修改为挟持及禁锢罪，分别被判坐牢3至5年。这起事件就此落幕。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班山巴监狱是座见证大马由英殖民时代至独立后繁华情况的古老历史建筑物。它那曾经创下全球最长壁画纪录的围墙，被拆下后已逐渐被地下隧道、高楼大厦还有住宅单位所取代了。而这些外墙壁画是于1983年由邝延章、郑代登和林金祥花了超过1000个小时绘成，监狱当局花了5000令吉购买了327桶漆料，长达270公尺的壁画在当时创下全球最长壁画的纪录。然而，为了好好解决牢房不足的问题，自1996年10月31日开始，班山巴监狱的囚犯就分批迁至苏艾布路监狱。该监狱耗资1亿6千万令吉新建，搬迁工作费时3天才完成搬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建于1981年的班山巴监狱已经十分老旧，它的设计与位置不合时宜，尤其是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属于黄金地段，在80年代估计值3亿令吉以上此外，坐落在繁忙闹市的监狱，一旦发生越狱事件当局无法展开紧急和有效的围捕工作。再加上班山巴监狱四周高楼林立，造成监狱内的机密行动很可能被有心人窥探，影响监狱的保安。而且这座老监狱也不足以应付激增的犯人人数，因为在1985年时，原本能够容纳2000名囚犯的监狱却挤了6550名囚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现在呢，我刚下班，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塞车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少出门啦，要戴好口罩。即使有事情要出门
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好的，唠叨完，说回正事，就是经这几期小南的选案影片，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所以呢，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